我曾经读过一个故事，叫《门缝里的风景》。或许因为作者描述的太有画面感了，也或许因为我自己也出身农村，所以我常常会想起那个画面。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出生在农村，但后来去了县城求学，毕业后留在城里结婚成家了的男人。他结婚后就很少回老家，其实老家离城里也算不得很远，100多公里而已。起初是因为他娶了一个从小在城里长大的妻子，妻子不喜欢路途的奔波，所以回去的少。后来是因为他发现即便回去了，面对的也是沉默的父亲和聊着聊着天就睡着了的母亲，让他觉得索然无味。也因为母亲总说，你有事就别回来，我们有什么事儿会给你打电话，所以他回去的更少了。直到有一次春节，他和妻子带着年幼的儿子回老家，站在门口敲了好久的门，也不见父母来开门。因为怕冻着自己年幼的儿子，他有些烦躁，于是透过门缝往院子里看。结果他看到让人落泪的一幕，母亲显然是听到了敲门声，但是第一次母亲猛地想起身，没有起来。第二次她伸展开手臂，头使劲向前拱，费了好大劲儿，仍旧没站起来。第三次她焦急地再次用力，板凳都歪倒了，一下子坐在了地上，伸手抓到了门框，一点点用力，终于站了起来。看着一脸欣喜的母亲前来开门，他感到心里疼得厉害。而他爸呢，之所以越来越沉默，是因为听力退化，耳背。想到要和你来讲这个故事，是因为我发现我们这一代人的父母真的开始老了。知乎上就曾有一个很火的问题，哪一刻你觉得父母老了？下面好多的回答都让人泪目。有一位叫无理喵喵的网友，他就说，我爸一直暴脾气，即使我上大学到毕业工作几年，在距离家的千里之外，因为一直没有谈男朋友的问题，1个月他总会打几个电话对我怒吼一顿。每次看到来电总是战战兢兢，即使我已经长大成年，8月的一天我爸又来电话，战战兢兢地接了电话，我爸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叫我名字，然后说，你自己的事儿自己多用点心，我以后就不说了，多跟你哥哥交流，你们年轻人交流起来畅通，我也不太懂得怎么跟你们交流。那一刻瞬间泪目，突然感觉到我爸他老了。我还记得有一位叫小海的网友，他说有天下班回到家，爸爸很抱歉地说，饭菜还要再等等。我看着他一脸疲惫的样子，问他是不是生病了，他说没有，说只是去了趟银行。他说他们这一波的这个月退休金都发到卡上了，他还没有收到短信，所以就去银行查了查，还好钱到账了，只是排队的时间太长了，加上来回坐车折腾，累了。这一刻真的觉得爸爸老了，
他都已经是领退休金的人了。还有一位叫戈尔的网友，他是这样说的：以前我爸的厨艺是出了名的，家庭大小聚会都是我爸掌勺。他有很多拿手菜，红烧肉、梅菜扣肉、烧鸭子、卤猪蹄，简直就没有他不会做的菜。可是前一阵儿我回家，他给我做了一桌子菜，我发现每一个菜几乎都是同一个味道，浓油赤酱，还很咸。记得以前看过一句话是说，当你发现父母做的饭菜越来越咸，就是他们老了，因为他们的味觉在退化，顿时就很难过了。有一位叫小白的网友说的是，就在前段时间，我爸突然发微信过来，让我给他买回家的火车票。他说软件上的字儿太小了，总是要验证，每次验证都不对，声音满是疲惫。还记得小时候他教我上网打字玩 QQ， 特别骄傲地说，电脑你随便试随便玩，玩崩了大不了我来重装系统。现在却连网上买票都买不好。我给他买好了之后，告诉他怎么取，他给我回语音谢谢我，当下就心酸的不行。我尚未成人，父母已老去。我记得还有一位网友，他是说，大学时和父母发生争执，和朋友出去穷游，穷游期间父母打了很多电话，一个也没接。他父母找他都找疯了，期间还信过诈骗短信，说孩子在他们手里那种短信，给对方转了钱。原以为回家了父母会骂他，结果回到家父母什么都没说，只是抱着他哭得像个孩子。那一刻他真的觉得父母老了。